我来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林大检察官。别看是女的，女柯南，女福尔摩斯，女包青天。你行了啊，我们正谈正事儿呢，你少吹两句。这个林检察官谦虚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张师傅、李师傅啊，咱们一定要在林检察官的带领下，找出尤瑞兴跟小钱这两个家伙的蛛丝马迹。这位是周检察官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周检察官是陈验尸咱陈老派过来的，你们知道什么情况，就只管跟他说，这牵涉到咱们呐把一帮子贪官拉下马的大事。刘会计之前跟我是邻居，他在卖车前那天晚上还和我一起约了打麻将呢。当时他还说，到吕州卖了车就回来，谁知道这一去就没了影了。这俗话说得好啊，一人为私，二人为公。所以呢，我是让尤瑞兴啊带着小钱一起去的。啊，我当时嘱咐他，无论出现什么情况，当天晚上都必须回来。可是后来就没信儿了。我们这组人啊，就从吕州开始查找，结果啊，真的就在吕州把那个买车的人给找到了。吕州买车的老板姓刘，和蔡成功做过生意，尤会计认识。刘老板说，他只愿出30万，尤会计不干，这事就没成。两人后来就把车开回了荆州。当时可能是下午4点左右，大概5点钟左右，他们在我表姐的洗车店洗了一辆奔驰，和我表姐聊天说烟台有人要买车，然后他们就去了。他们俩赶到烟台已经是晚上10点了，在烟台住了一夜，第二天一大早就去了二手车市场，以后就没音讯了。7、8、9、10。来了啊！好，开始了。我报警，我报警。别着急。国富什么时候来啊？哦，约好了是7点半，还有一会儿。那就再打一会儿。好，好，开始了啊！该你了。哎呀！来。不行不行，手酸气喘，我打不动了，你来吧。不行啊，你年轻人怎么还不如老头啊？哎，你们球赛组织怎么样了？哦，刘省长他们那边组织了一个篮球队，咱们省委这边也组织了一个篮球队。这就对了，年轻人不能一天到晚趴在办公桌上，得运动。哎，那咱们这个篮球队的队长就是您了。好，没问题。都到齐了，现在开会。孙连成同志，把头抬起来。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从各区县、各岗位当中集合到一起了，是有原因的。什么原因呢？大家心里都清楚啊。懒政不作为，白吃干饭。说句不好听的话，在座的各位，我是干部当中的残次品。我在这里并不是说有意的诬陷某位同志，我说的是一个让人心痛的现实。哎，单书记，你看，李达康正在给荆州的懒政干部训话。这个事实谁造成的？在座的各位，你们完全忘记了入党的宣誓，忘记了党跟人民对你们的重托。你们觉得不生啦都无所谓啦，以集体角色为由头，在工作当中相互推诿扯皮，不作为，躺在自己以前的功劳簿上，就等着垫底下课的是吗？我告诉大家，党跟人民有所谓呀，党跟人民绝不允许你们浪掷一个国家伟大复兴的大好时机跟时间。别以为自己了不起，缺了谁地球都转。今天在座的各位，
离开了以前的工作岗位，集合起来，在这里学习党章，学习为人民服务的宗旨。知道老百姓怎么说吗？老百姓说：“苍天有眼呐，让你们各位下岗是老百姓的福分。”李达康是真敢说呀！邵书记啊，我认为李达康这个视频一定会火。我看也是。现在的老百姓最恨的就是当官不作为了。今天是回龙班开课的第一天，我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，也许有些同志接受不了，接受不了怎么办？他怎么说是回炉班啊？不是懒政干部学习班吗？邵书记，我马上打电话，把您的建议提上去。不用，我不能管那么具体，随他去。可以提出辞职。我已经要我们的组织部长赶到现场，哪位同志提出辞职，我现场办公。有辞职的吗？可以站出来。看来没有。看来各位同志还是希望接受组织的再教育，还是想为人民群众做一些实事。我非常欢迎，我感谢大家。不过我要说明一点，既然是组织部门召回的残次品，在重新聘用上要重新考量。我今天代表市委来说明一下。哎，没了？哦，怎么没有了？这是现场发过来的视频，可能信号不好，我让他们再传一次。你们这看什么呢？啊，国父啊，我们在看李达康在懒政干部学习班上的重要讲话。李达康有什么重要讲话呀？哎呀，精彩，真的。哎，来了，信号又来了。对于某些干部，我们要做到人尽其才。今天在座的各位有些不是太熟悉啊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他就是光明区的区长孙连成，请大家回头看一眼。这位同志最大的特点，喜欢看星星。我倒觉得啊，他可以到我们的市少年宫担任一个校外辅导员啊，每天可以带着我们的孩子去看星星，仰望星空啊。我查了一下，市少年宫辅导员什么级别呀？没有级别，普通的干部，和孙连成正好对口了。你让我们怎么作为啊？别降什么3级了，我辞职，我不干了，行吗？好啊，我代表光明区43万老百姓谢谢你。你应该退党。李达康，我等着你开除我的党籍。还有辞职的吗？他哪会打球啊？基层工作那么紧张，他哪有时间？呵，像李达康这样的干部，是改革开放这30几年成长起来的，想干事儿，而且事实证明他能干事儿。他们最恨的就是像孙连成那样的官混子。所以你就让李达康在荆州搞干部召回试点。我知道他会比我干得更精彩。坐。哎，小白，我们要谈工作了。你把那视频发我手机上，我有空看看。哎，小白也给我发一份啊。好的，我也得认真的学习学习。我这就给2位领导发。哎呀，其实啊，像李达康这样的一把手啊，最主要的问题是
权力缺乏监督，这很危险的。你看最近，李达康同志的前妻呢就出了问题，要不是侯亮平及时制止，那达康同志就要愧对党和人民了。所以啊，我有个想法，把荆州那位软弱的纪委书记换下来，找一个党性强、原则性强的同志顶上去。好，我同意。那你们纪委好好想一想，派谁去比较合适？哎呀，这我们可得认真的想一想，因为毕竟达康同志是省委常委嘛。我替你想了一个，你会同意的。谁呀？你很欣赏的。你知道我欣赏谁呀？这你极力推荐的，最近刚刚破格提拔的吕州的易学奇同志，合适不合适？合适。我知道你喜欢他。李书记说他还在开会，不过他说一会儿就回来，让您二位先吃啊。好，好，好。大妹子，这么多菜，谢谢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吃吧，随意啊。哎呀，老易呀，你看达康的哥请的啊，说是请咱俩吃饭，结果他不到，说是给这帮懒政干部训几句话，这都训了2小时了吧？训个鬼的！达康这个人，别人不知道他，你我还不知道他。一说起工作，什么都可以不管不顾的，咱们今天也别管他，吃咱们的，喝咱们的。来，老易，这酒不错，是进口的吧？这是我们自己酿的酒啊。专业人员我都是从法国请过来的。怎么样？你觉得这酒如果喝着不错，到我那儿去拿。自己酿的你就吹吧，你什么时候学会自己酿酒了？真的，我们每年从新疆采购大量的葡萄，回来以后我们自己酿自己销售。哎，你忘了，我的主营业务是酒业和食品啊。对对对，我怎么把这个茬儿给忘了？好，大罗啊，我怎么听说你也开始投资房地产了？老易啊，我正想找你商量呢。你说，大风厂那块地，山水集团的董事长高小琴不想要了，想转手，主动找到我。达康的意思呢，也让我接过来，这样可以帮市里一个忙。今天这顿饭是为这个事儿？不是，今天可是特意为你，要不怎么安排这个地儿？那就好。大陆啊，我劝你，这块地你最好别接。你过去的原则很好嘛，却也不在达康权力范围之内做生意，现在也别变。那块地是达康自己的难题，他自己去解决，你别插手，要不然你们2个人谁都说不清楚。你就是没什么事儿，也得让别人说点什么事儿出来，真的。是的，我也这么想。而且，欧阳刚出事儿。哎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让你们久等了。谁等你啊？我们俩喝了半天了。哎，老易对这个酒很感兴趣啊。我也对那酒感兴趣，赶快给我倒上啊！倒上来，你得3杯。好。他人品好，资格也够，派他到荆州去做纪委书记，我看没有人会反对。是，可就不知道李达康欢迎不欢迎啊？管他欢迎不欢迎呢，省委派去的。告诉他，
同级监督的试点就从省会荆州开始。再说了，李达康和他年轻时候就是搭档，是共过患难的，不说欢迎，起码是不会排斥。你同意吗？我好了，不说他们了，说说咱们那位高副书记吧。你那儿有什么反应吗？来，可千万小心啊！沉吧。还行。哎呀，你这大公安厅长亲自抬石头，太感人了哈。慢点。那个吴老师，放在什么地方？就放在办公桌的后面吧。哎呀，有个意思就行了。什么叫有个意思就行了？靠山石就得放在办公桌的后面。哎，对，就是那儿。就这儿哈。挺好。那行，玉良书记，我们就放这儿了。搁那儿吧。哎，书记，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这是咱们省公安厅的办公室副主任程度。书记好。够亲密的。哪儿来的？群众寄来的，直接寄给了我，今天收到的。有检举信吗？没有，连信封都是打字机打印的。这群众不简单呐，都快赶上朝阳群众了。人生苦短，世事多变呐。这么些年，酸的、甜的、苦的、辣的，都尝遍了。老爷，大龙啊，你说咱们3个人在这个金山县，能想到还有今天吗？老爷，不容易，真不容易。你终于上来了，当了吕州的市长，祝贺你！我祝贺你！来，我敬你一杯。来，哎，大哥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充分的理解那句话。是金子，它总会发亮的。大陆啊，我跟你讲，这金子有些时候埋得太深，发了光别人也看不见。大头刚才说的对啊，你这颗金子是12月进跟田伯父给你挖出来的。还有你，大康，沙书记这回代表省委跟我谈话的时候，专门说了，说李达康这回替我收了不少的公道。哎呦，这，千万非常感谢。我这公道话说的太晚了。不晚，一点都不晚。让你这个金子埋没了这么些年，12月金在常委会上给我开批斗会了，让我做检讨。为这事儿，发一杯，一定喝，发一杯。我一定喝。大哥，我跟你说，你真得自发一杯，你应该发。我告诉你，要不是当年老爷替你在金山顶那个雷，我大陆，过去的事别老提了，行吗？大陆，大康，我喝。大康，你也别说惭愧，你又没做错什么。离开金山之后，咱们俩工作上也没有什么交集，是吧？再说了，咱们都不是那种拉帮结派的人。你李达康不会做我的靠山石，我一学习也不会主动去找你这块靠山石。东伟啊，谁说汉东的老靠山石已经风化了？这不胡说吗？老书记赵立春同志一出手，非同凡响。这篇文章
沙书记看了吗？当然了，他是当我面说的，对这篇文章他非常重视。对提沙家浜这个提法，他倒无所谓。要说他否定改革开放，他坚决不同意，要反驳反击呀。这个倒不出乎我们的意料，因为他一直以改革派自居嘛。他还跟我说了，这篇文章要是让前几任老领导看了会怎么想，尤其是赵立春同志，这位新书记在政治上圆滑着呢。寄这3张照片的人呢，肯定是有背景的。他不是李达康在荆州的干部，就是侯亮平身边或者是身后的人。这个人对于高育良和高小晴的关系非常了解，他是想让我们以此为线索，查一查高育良。你不是说李达康问过侯亮平的事吗？是啊，在侯亮平被停职反省以后，李达康主动给我打过一个电话，说是不能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能放跑一个坏人。如果出现腐败分子反腐败的现象，那就不好了，就会造成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。也就是说，李达康不会替侯亮平打抱不平，而抛出这些高育良腐败的线索，让我们把反腐败之火烧到高育良身上。那这是侯亮平绝地反击，或者是侯亮平的部下出手了？有这个可能。侯亮平的脑子够使啊！据说他跟他的高育良老师大战了几个回合，高老师对他都无可奈何。所以这位高老师就把他的学生及时抛出了吗？哼哼，表面上他是被停职反省了，可私底下一天都没闲着。据说陈老又上岗了，正在替他私下发动群众呢。瑞金书记啊，你还据说，那陈老没有直接向你汇报啊？没有啊？哎，没有。我实话实说，可是陈老跟人民群众的关系密切得很呐。你想，一旦群众发动起来了，弄几张高育良违规违纪的照片，那还不易如反掌啊？你信不信？说不定再过几天还有什么新材料要冒出来呢。是啊。看来沙瑞金对赵立春同志还是有所顾忌的，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件好事儿，至少可以松一口气了。在这个期间，董伟，你们要收敛，抓紧时间把屁股擦干净。大丰那块地，能甩就甩，不要做了。这件事呢，我跟小秦商量过了，那块地我们准备转给王大陆。这件事呢，等赵瑞龙一回来，我们马上办。哎，这个赵瑞龙怎么到现在不回来啊？他那个环保基金会要赶快搞起来了，怎么回事？这个人啊，天性多疑。侯亮平没有做掉，所以他的心里边就一直没有安全感。给他打个电话，就跟他说已经安全了。现在看来，侯亮平这个反贪局长是干不成了。沙瑞金还跟我说，准备把侯亮平安排回北京。沙书记亲口跟您说的？是。你想想看，既然沙瑞金不想跟赵立春同志搞僵，那必须把侯亮平弄走。就像当年的南宋王朝，要想讲和，必须以莫须有来杀岳飞。那行，我现在马上打电话。李总啊，你们光辉集团的麻烦摆平了，你可以安心回内地了。刘兄啊，这次真的谢谢了，一杯酒，不成敬意。好。
告辞。那我们内地见了。刘先生，你看我的事儿呢？王老板，你怎么混的？你以为有钱就可以摆平一切了？太任性了！你该得罪的不该得罪，你全部都得罪了。一绝呀你！刘老板，我真不是故意要得罪那些人。墙倒众人推，墙倒众人推，你懂吗？我也是一言难尽，有苦难言。你的事情很复杂，不是几句话可以讲清楚的。那这样，刘成，你能不能先说我的事儿啊？我什么时候能回去？赵总啊，你跟我开玩笑呢？你还需要找我花钱买情报吗？我真不是开玩笑，我呢是想通过各路情报啊来印证一个事实。事实？什么事实？哎，王老板，你先回去，我跟这位先生谈完事情，我再回来找你。刘老板，你一定要相信我是被人冤枉。我不管你是不是被人冤枉的，先让我跟这位先生谈完事情，好不好？我再回来找你。刘老板，只要你把这个事儿给我办成了，咱们说好的价格分配。行啊，有钱就没问题啊。好啊，你先回去，我谈完事情立马回去找你。回去吧。走了。我在房间候着你。好。赵总，什么信息啊？我问一下，是不是有一条冻僵的毒蛇又苏醒了？毒血？我接个电话。哎，金厅长，怎么又是你啊？在哪儿呢？还能在哪儿啊？香港望北楼。我是抬头望着北斗星，低头想念咱齐老厅啊。别开玩笑。我没跟你开玩笑，我现在啊，我这正跟这个情报咨询专家刘生这谈判呢。不是刚开始，你这电话就进来了。于良书记问你什么时候回来？你跟高瑞在一块儿？不是，那你赶紧让我跟高瑞通个话。等等。岳龙啊，怎么回事？还不回来？告诉你个好消息啊！沙尔金书记对你捐款1亿8千万建立环保基金会高度评价。对啊，赶紧回来吧，啊，把这个事儿赶紧办好。不是，高书记，不瞒你说啊，我现在啊是用这个假身份出来的，我就怕回来到时候回去容易，再出来就难了。想的太多了，啊，已经安全了，赶紧回来吧，啊，听我的话，就这样。还是觉得不安全。季昌明一直汇报说，高小琴是祁同伟的情人。现在看来不对了，高小琴很可能是高玉良的情人。可是高小琴这个亿万富姐，如果是高玉良的情人，这问题就严重了。我们一直以为啊，高玉良只是不守政治规矩，用了一些像祁同伟那样的干部。现在看来，这种判断不够准确，事情要比这严重的多呀。如果再考虑到高小琴的山水集团跟赵家的特殊关系，汉东油气、刘新建一手制造的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，那问题就更严重了。所以我在想，当年高玉良批给赵瑞龙水上美食城和湖畔花园，当真是历史的局限吗？这里有没有权力和利益交换的问题呢？这个很难说。魏军同志，我认为这种因素是存在的。你看，
李大康被调走了。当年高玉良呢，也如愿成了省委常委。高玉良谋求职务上的升迁，向赵家父子输送利益，这十有八九是成立的呀。田书记，十有八九怎么行？这牵扯到2名高级干部，必须要证据确凿。瑞金同志，我觉得这个问题啊，我们应该正式向中央报告了。是啊，是该考虑汇报了。田书记，那你准备一下材料，包括这几张照片的来路，必须调查清楚。中央巡视组过2天就来。我们先和他们碰一碰情况。好，老爷你说的对，我们都不是那个也拉帮结派的人，也不会为了自己的那点小私利啊做那种蝇营狗苟的事儿。我们干什么的？我们干什么的？我们是谋求国家跟民族的伟大复兴，做大时代的创造者。豪气！李大康，你今天说话真是万丈豪情。我们就是这场改革的亲历者和见证者，而且睡了，我们还将继续创造历史。老爷，你现在当上吕州市市长了。沙日坚跟省委常委对你非常非常的器重和看好，我作为你的朋友，为你高兴。大刚，我压力很大，但我会好好干。我这正打算组织吕州的各行各业到你们荆州来参观学习取经。欢迎啊！欢迎啊！大刚，你得多支持我的工作。哎，爸，你是不是给啤酒哥当爸当习惯了，都忘记你这亲儿子了？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你什么时候脱离班级的帮扶小组，老爸就什么时候回来。那咱可说好了啊，我一定努力。好了，该去睡觉了，跟爸爸再见吧。累了累了，爸爸晚安。哎，晚安，儿子。这真肉麻，能不能好好说话呀？咱们呢也得学学怎么跟下一代沟通。哎，我的事儿别告诉孩子了啊。啊，那你放心，这点默契还是有的。这次为了回避巡视组，我就不参加了。但是，我决定利用年假的时间上汉东去看看你，给你加油助威。哎，别，亲爱的，你的一臂之力可不怎么样，你还是替我守好大后方吧。你这个人怎么不识好歹呀？我的一臂之力怎么就不咋地了？你以为我这么多年思想政治工作都是白做的啊？哎，你自己想想，就你那个发小蔡成功，是不是我第一个提醒你的？哎，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了。我这不是避嫌吗？你说巡视组这2天就要来了，你不参加巡视组，自己过来看我，这合适吗？我觉得挺合适的呀。我是你家属，我来探个亲不行啊？李磊，哎，后来有没这事儿，有什么进展，有什么新情况，要及时跟我汇报。检察长，您就放心吧，我第一时间向您汇报。好，那你忙吧。哎。
侯局长，真不是我说你，你身边如果有一个像我这样火眼金睛的高参，也不至于落到这步田地。说说吧，今天有什么新进展？今天没什么情况，陈验尸说了，司机、会计还都没影呢。刘少啊，这业务是真繁忙啊！哈，哎呀，我也是没办法呀。你们内地反腐风暴，上不封顶，苍蝇老虎一起打，我就忙不过来了。赵总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现在公司是奇缺人手，内地30多个省市自治区，就算我一个省份安排一个主管，那也得30多号人吧，再加上这个一线情报人员、打捞人员，还行了，刘生，我对你这个大宗买卖啊，还真没什么兴趣，咱还是谈谈我这个小买卖吧。那就说点你感兴趣的，那条毒蛇。啊，这个毒蛇呀，叫杜伯仲，你上网可以查一下，他以前跟我干过，后来自立山头，成立这个叫什么杜邦国际公司的。哎，赵家公子现在怎么样了？据知情人报告说呢，他在香港，想回来，但是又不敢。得让他大胆的回来呀，不回来，他们以后的戏怎么唱啊？我估计是立春同志不让他的儿子回来吧，因为他过去的秘书刘新建已经落网了。刘新建落网了，可他交代的问题没有牵扯到赵家。再说抓刘新建的侯亮平不是被咱们停职了吗？相信这些消息肯定已经快递到赵家去了。可那就奇怪了，那赵瑞龙还在香港磨蹭什么呢？高小琴已经回来了，肯定别的因素。赵月龙依仗权势，在商场横行霸道了很多年，一定结下了不少的梁子，得罪了不少的人，种下了不少的恶果。按照现在的反腐形势，他以前的那些交易，哪一笔出点问题，就都够他喝一壶。这个杜伯仲啊，跟我起家的，我在吕州做这个房地产，还有这个水上美城的项目啊。他是我的总经理，我呢给他3%的红股，啊，也就是说这第一桶金他是从我这挣的，可他非但不感谢我，还跟我结下仇了。我听说你最开始答应给他的是10%的红股啊。啊，我口头上是跟他说过，但谁知道这个利润这么大呢？但这话又说回来了，这暴利是哪儿来的？还不是权力换来的呀？啊？没有当时这个高玉良书记，这2个项目能批吗？要不是因为我父亲当这个省委书记，高玉良能批这项目吗？
赵总你说的有道理啊，但是呢，你这个答应别人的事情总得兑现啊。啊，田书记啊，我是省检察院纪检组的吕梁啊。听这意思，你跟这毒蛇还挺熟的。实不相瞒，赵总，杜总也是我们的客户啊，而且是有长期合作协议的客户。哦，这么说我是找错人了。不是，也许你找对人了。赵总啊，现在你有2个选择，第一呢是换一家公司来做你的业务，第二呢，我们可以以朋友的名义帮你协调2家的关系。当然前提是不损害杜总的利益。那就损害我的利益是吧？不损害你的利益啊。赵总啊，你怕杜伯仲这条毒蛇，他还怕你这条恶龙呢。去年在荆州，是不是你把别人给弄进去了？你让汉东省那边有一个姓戚的厅长做了批示，把人家给拘了大半个月啊。我想起来了，当初是你把他捞出来的吧？是呀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现在倒是一个化解关系的好机会啊。高副书记的照片，吕梁啊，那你说说看，这些照片都什么内容啊？田书记，这牵涉到省委领导干部，要不我还是到您那儿当面向您汇报吧。不必了，你让我猜猜看啊。与谁同步一肩上的职责，听一番枝繁叶落，看一幕烟霞交错。此时此刻，情同手足在侧。与谁同我以心中的执着，听一声情没用了，看一片繁星闪烁。此时此刻，爱与永续，你我。以人民的名义赋予你生命的尊严，奉献的权利。当所有万马奔腾，扶摇升起，一口气直达心底，令人争气。以人民的名义托付你权杖的重量，勋章的意义。当一切尘埃落地，喧嚣归隐，一颗心情归故里，相思